如果我说蓝果是故意败给红色户口的，你相信吗？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叔叔对假面骑士嘎布第3篇章近期发展的个性的体会。目录中若是有你感兴趣的话题，就请接着往下看吧。由于深圳的部分要拓展的东西比较多，因此叔叔这次先来聊聊 Lakia 与半斗两活宝，而这必然绕不开叔叔近期特别喜欢的2场戏了。第一场正是半斗与 Lakia 首次交心的情节。这场戏十分戳我的一点在于，半斗很平静地向失去理智的 Lakia 讲出了自己多年来的遭遇。仔细观察的话，还能发现日野柔府在这一小段还泛着泪光。至于另一点则是，半斗竟然能向 Lakia 说出自己很佩服 Komeru 这种话。相信一路看过来的观众都明白，这对于从小便痛恨沙滩的半斗而言意味着什么。而节目组似乎还在后续的剧情中给半斗安排了另一场考验，这个就留到下一节的拓展了。而我特别喜欢的第2场戏，则是第35集3人出动前的那番对话。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先要回自 Lakia 登场以后，我们曾经讨论的如火如荼的赎罪话题。虽说此前小团体普遍吐槽节目组让 Lakia 捉了一大波人再全数救回来，显得过于保守了。不过在那之后，我也重新审视起了这略带抽象的操作。作为儿童秀而言，节目组需要面临的约束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要知道，在此前，某些日本家长甚至连半斗双鹤在图书馆打斗的情节都给投诉了一番，更何况是让一个披着人皮的杀人怪物成为正义的伙伴呢？不过节目组高明的地方在于，等曾经不在意人类死活的 Lakia 逐渐与人类亲近后，才将其毒素被蓝果利用仪式搬出，让 Lakia 得以在伙伴与观众面前为自己的过往情境忏悔。更绝的是，让深真透过 Lakia 不想被亲近的人知晓自身犯下的罪孽，共情到自己曾经不敢公开身份的痛楚。而后半斗一语道破关键，深真源于出身的自卑与 Lakia 负罪的自责不可混为一谈。同时，他既未否定深真试图共情的温柔，也认可了 Lakia 的忏悔之心。在共同经历诸多事件后，仅通过如此简短的一段对话，便让忏悔的水母哥、变得成熟的炸毛小毛以及温柔的汪酱都支棱了起来。在叔叔看来，这大概是嘎布最具活人感的情节设计之一了。就即便做个我最喜爱的剧情排行，这段也是能排到前几的程度。最后轮到深真，作为故事的主角，深真无论是战力或是角色塑造方面，一直有着最好的配置。实际上，在他直面蓝光理想以前，我也不太清楚节目组想为深真觉醒 Master 嘎布形态设置个怎样的课题。直到蓝果直接否定深真存在意义的那一刻，我才 get 到了他们想玩自我身份认同那一套。不过也确实如此，即便深真在人间走了一遭，有了保护妈妈曾经幸福生活过的世界，并且让人们变得幸福的目标，可他从未亲口说过这个世界是他的容身之处，只因身为怪物的深真并不敢奢望这些。然而他的真心换来的每一颗真心，已然验证了这个世界早早便接纳了他，并且需要他的存在。原本我曾思考过深真这一次成长是否需要信国等人的开导，可反复观看了蓝果刺激深真的场面后，我认为自己眼中的深真并没有被蓝果的言语攻击所动摇啊，只是这一次他必须得把自己的奢望公之于众，完成彻底的自我身份认同了。所以我真的超级期待深真坚定地向蓝果理想说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员，并扬言一定要守护这个热情欢迎他的世界到底的场面啊。不过话说回来，深真妈妈亲人这条线看样子也不打算在 Master 嘎布登场回收束了，那节目组是准备放到哪个情节再拎出来用呢？我东瀛没人真不清楚，咱们就拭目以待吧。这一趴的最后，我想再聊聊三元徽昭在第35集的神操作，就用飞机引擎声掩盖掉蓝果对深真说的一句台词。根据演员的口型，可大致推测出蓝果的原话为“お前は生まれてきたことが間違いだ”，翻译过来则是“你的出生就是一个错误”。这句话对深真的影响，刚刚我也聊了个大概，便不赘述了。我想说的是，这句台词或许就如同让披着人皮的杀人怪物成为正义的伙伴那般，被节目组判定越过了儿童节目的审查红线，所以才做了模糊化处理。各位真的别小看了这句话的杀伤力，要是让和深真有着类似遭遇的孩子听到这样一番话，你认为他会作何感想？当然不可否认，在某种意义上，如此操作既是对儿童观众的温柔，也更为凸显了否定深真存在意义的蓝果是何等卑劣的存在。不过叔叔认为蓝果说出这番话的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控诉自己和兄弟姐妹们这么多年来对深真的不满，这部分就放到最后一节再聊了。关于这段，叔叔还想聊的一点是，若要深究在刚刚飞机失事的情况下，突然又有一架飞机从蓝果理想头上低空飞过，是不太符合现实逻辑的。但有时候我真希望我们这群超龄特色儿童能偶尔对节目这些脱离常规的部分迟钝一点，这样既能避免掉绝大多数无谓的争端，也能让我们更纯粹的享受英雄节目的魅力。这一趴的尾声，姑且让叔叔先提一嘴。由于叔叔的高创并非梗合集，或是网友言论核定本，不仅娱乐性接近于零，观点可能也不太符合大众的
的声音。但如果你刚好跟叔叔一样爱琢磨点深入一些的内容，或是支持我这样的创作方式的话，还请务必给我点正面反馈，这将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爱你们。随着烂狗怪胎的登场，皮演的身份终于公开，他正是时隔8年再次穿上东映皮套的双栖艺人横山一敏。横山演过的角色中，留给老观众印象最深刻的，毫无疑问是狮子座星座使徒切换者利神吼了。且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节目组的刻意安排，与 GABU 第35集同一天放送的好受者中，红车手登场了，而横山正是原版红车手的皮套演员。类似的状况还出现在了第35集的副标题呈现方式。根据官网给出的说法，以往在 OP 结束回到正片时，宝藏都会哒哒哒跑出来，然后刷一下打出标题。不过这次要是再放 MV 时整的话，肯定会很乱，所以这题标题才改成了像字幕一样显示在屏幕内的特殊设计。话虽如此，也在看好受者的观众肯定清楚，两者的标题风格实在是太过相似了。事后我也专门去验证了一番，第35集与好受者前3集的拍摄制作时间是接近重合的，且本集放送的 MV 吹地板的副歌里头就有含带着半世纪的歌词，进一步提升了联动彩蛋说的可信度。聊完疑似联动的部分，咱们接着聊已经明确的彩蛋。吹地板并不是为了这2集原创的曲目，而是翻唱自真实存在的乐队 Crack Carnival 的同名乐曲。查了下正主的信息后，更是吓得我流出了蟹黄。也就是说，乌马的原型正是这支乐队的网络形象。至于为何节目组会为这2集整出了4个码头，原因之一是日本那边挺热衷于赛马的，刚好5月份相关赛事比较频繁，所以节目组想蹭下热度。而除了小团体看剧时吐槽的码头事外，我还查到了 Manbagen 即万马轩是闻名东京的拉面店， Kikasho 即菊花赏是日本知名竞马赛事。至于整出码头的另一个原因，叔叔认为是为了玩谐音梗，即从 Umasho 联想到了 Uma， 而 UNA 又是未确认生命体的缩写，所以某种意义上，三元监督在采购这一段情节里设计出生真与码头对视的分镜，或许是为了暗示他正在或是即将审视自身。而叔叔在看这段戏的尾声时，其实还莫名联想到了 OP 前2句歌词。正因如此，我才会从这段特意为调和后半段压抑基调而设计的搞怪情节中品出了别样的情愫。本节最后再插入叔叔对后续2个情报的看法哈。其一，令观众翘首以盼的狗头人，据说将在第37集惊喜回归，其在人类世界的伪装身份是点心屋职人。这个由附身鬼皮套改造而成的砂糖人会再度登场，着实让我始料未及。究其原因，或许与该角色衍生的社区话题热度密切相关吧。主要是目前我也猜不到节目组在这个时间段让他返场，究竟想展开点怎样的故事了？会不会想借此探讨下半斗能否放过从良的打工仔这个话题呢？不过这个先放一边，我发现了一个比狗头人更搞的东西，就是按照轮换顺序，下一集应该轮到朱田敏监督了。作为后空战队冒险者主监督，也同样负责过包太郎战队东兄弟组的水鬼而言，他是否会再次邀请大神官卡甲，也就是狗头人的上一世来客串点心屋职人呢？咱们就拭目以待吧。其二，双鹤岩照据说要在第41集才复活，到了这个节点才返场的话，用来复活他的沙滩人尸体也值得玩味了。不过目前最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仍是马根，毕竟身为总统的金主，他可不能随随便便就死掉，把2个死人拼成一个活人傀儡，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如果说他具备双鹤的意识 ，K 这个可讲可不讲的点，或许便有机会收束了，并且还有可能让双鹤品尝一下黑暗零食到底有多好吃，以呼应他早期登场时说过的台词。可如果他并不具备双鹤或者 Magen 的意识，这个角色本身的魅力值感觉也不会有多高，更像是个用来维持总统地位以及充当沙滩猎人沙包的工具人而已。当然，不排除节目组是想利用双鹤的复活来引出李泰密钥秘密的可能性。不过具体是怎样，还是得实际看过才知道哈。虽说这黑暗零食引起总统关注起，斯托马克家族便注定深陷风波，但现如今的故事发展多少还是惊到叔叔了。而这一切的源头正是总统下的那个1000万份高级黑暗零食的订单。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1000万都是个极为夸张的数字。如果说一个高级压缩人等于一份高级黑暗零食，并且把打工仔的狩猎范围局限在日本，为了完成这笔订单，就意味着蓝果要在短时间内抓走日本约1/10的人口。我们暂且不考虑总统那边能否把1000万份高级黑暗零食消化完，或是黑暗零食是否存在保质期之类的因素。站在斯托马克社的角度，尽管在水母哥的毒素加持下，蓝果得以复刻他之前交给拉基亚那套抓人模式，可大规模的人口失踪过后，人类方势必会察觉到沙滩人的存在，而这对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而言，必然会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虽说现阶段尚无征兆，但如果节目组真的有意展开这个话题，人类方完全可以透过现场的毒素残留来研发疫苗，或是最简单的让主流团与政府对接，直接利用拉基亚体内的毒素研发疫苗，如此烂果这套抓人模式便无法再奏效。
或者更进一步，人类方透过研究拉克亚的拟态密钥，找到能让沙特人无处遁形的方法。当然，把这些工作丢给咱们的丹特 A 梦叔公来完成也未尝不可。这样一来，让如今的斯托马克社立于不败之地的黑暗截止模式便无法再正常施展。而一旦黑暗零食供应开始出现短缺，或是零食品质下降，核心客户群以及黑暗截止体系也将逐步瓦解。斯托马克社走向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尽管深谙此道，兰哥还是在把责任转嫁给上级后，开始展开了一系列行动，或者说他等的就是这一刻。根据后续情报可知，兰狗会在第36集战死。要知道，欧沃嘎布的权力一级可是连兰狗的护盾都没打破的。如果换成 Master 嘎布便能打败这一劲敌，两个形态之间的战力差距未免也显得太大了。那假如我跟你说，兰狗是故意败给红色户口的，你还会这么想吗？事先声明，从这里往后的内容都是叔叔以部分流出的剧情发展为基础所做的脑洞，各位图一乐即可。让我产生上述设想的源头，其实是兰果在第35集的前半场战斗，仅仅把半斗拉基亚打到解除了变身，并且不断在用言语刺激声针而已。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一阶段的兰哥是在测试沙特猎人的实力，对弟弟的言语刺激，也让我评出了他在逼着红色户口支棱起来，并使出全力攻击自己的弦外之音。因为只有沙特猎人们通过了自己的测试，兰果的下一步计划才得以进行，即利用自己的死亡来把水搅混。试想一下，只要兰果一死，咱们的副社长就不得不接手王兄的工作。可吉普正是因为红色户口才整了这死出，相较于完成岳父的订单，他肯定会优先给西塔复仇，而这也同时满足了利杰鲁想要红色户口伤害吉普的变态欲望。所以说，圣真与利杰鲁于第32集的对话是极为关键的。同样，我们也该关注到第34集利杰鲁对大姐的评价，以及那场对峙的尾声。试想一下，后续的剧情中，面对兰果死亡、尼耶鲁布叛变、吉普濒死、利杰鲁见死不救的局面，格罗塔会做些怎样出格的行径呢？从故事推进角度而言，我认为让他从背后给利杰鲁来上一刀是最为合适的。这样安排有两个好处：一来，拉基亚能透过利杰鲁背部的伤痕，判定杀害科米尔的凶手到底是谁，进而引出布勒姆的最终形态，合理送走格罗塔；二来，只有利杰鲁生死，有着女儿如属性的总统才有可能亲自下场战斗。当然，这里还有个前提，就是吉普得把利杰鲁的死嫁祸给沙特的猎人。如此一来，兰果的最终目标才得以实现，即借着具备打倒总统实力的沙特猎人之手，除掉斯托马克社最大的威胁。若流出情报属实，结果大抵是这样没跑了，只是我脑补的走向会有出入。还有就是我们短期内应该无从知晓，兰果下一站是真打不过深圳才将计就计装死，躲在幕后静观其变，还是说故意败给了深圳，从头到尾都在其计划之内了。从保住逼格的角度考量，让兰果故意输掉会显得他的硬实力更强一些。不过他再怎么强，最后也躲不过变成假面骑士的命运就是了。毕竟令和这狗操的伤法根本容不得一个怪人当最终 BOSS 啊！而且节目组要想延长最终 BOSS 驱动器的展示时间，感觉还得让尼耶鲁布先成为又一位假面骑士活2集，再让兰果接手。视频的最后，我想再谈谈兰果与深圳的最终战。苏武深知给这对兄弟的宿命对决简单添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可。可在此之余，我其实还期待着些许反转。如果说兰果在第35集说出那些否定红色户口存在的话语，仅仅是为了刺激他，让他变得更强的话，那兰果对深圳的真实看法就值得玩味了。叔叔希望节目组那边会考虑往哥哥对弟弟存在着扭曲的爱去延伸。在我看来，这既能在自身的王道路线上打出点有趣的变化球，也能让我特别钟爱的南国立场的塑造更上一层楼。那不知道各位是否会期待这样的展开呢？时至今日，假面骑士嘎布已播至中后期，从开局到现在，这档节目真的给叔叔带来了数不清的惊喜与感动。等它完结过后，想必我也将出现长期的戒断反应。希望嘎布对于屏幕前的你而言同样如此。能坚持看到这里实属不易，若能给叔叔点正面反馈就再好不过了。多看小道题 reaction， 加拿。